好，我想刚刚大家非常的热烈的在讨论啊，那充满了各种能量。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研讨会真的是让我觉得蛮意外的丰富，还有收获非常的多。那这个也是我们从整场的气氛，还有就是每一个场次我都看到几乎都是作息都是满满的，可以看到那个大家对这个研讨会的一些感受。那作为一个要闭幕要说话的人，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好艰巨的一个责任。但我想我唯一在这边的一个特点是，很可能是我大概是在场少数也是跟着台湾走过这个80年代的人，所以大概好像有很多的那个历史的情境，其实是通过大家的分析是在我的脑袋里面翻腾的。所以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从这一次的大家的报告里面所看到的，以及也许可以再补充的啊。那首先，当然我也是引用一下那个 David Harvey， 他在他的那个新自由主义空间的书里面啊，他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讲空间是个关键词。那他主要的当然是在提到说，在当今的文化研究里面呢，那个空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当然非常贴合我们这一次研讨会里面在讨论的，不管是台湾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空间啊。那但是他就在讲说，这个我们通常解释空间，一般大概就是讲绝对空间或者相对空间。那所谓的绝对空间，就是说它有一个实体。那这个实体呢，是你可以去测量它的大小等等的。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空间。那相对空间指的呢，是通常空间跟空间它会有一个相对的关系。例如说，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一个是官方，一个是民间啊。那这个相对的空间和绝对的空间，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一次研讨会里面听到比较多的。绝对的空间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从亚洲文献档案库里面目前所整理的几个台湾独立空间，作为一个讨论的起点呢。那这个就对我来说就是绝对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实体的空间的存在。而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会听到，就是这一些空间之所以独立，它那个独立性的本身是相对于，例如说官方的，所以我们会指称它可能是叫独立或者是另类空间。所以它其实都有一个参照系统在那里。那这个是我这一次看到，就是说至少在我们目前的档案研究里面，是比较聚焦在这个两个状态，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实体的空间，然后当然有一个相对的讨论的一个空间在那边哦。那 David Harvey 他其实是提出另外一个字眼，就叫关系性空间。因为关系性空间的话，它就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那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讨论到，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实体，啊，那你如何把它档案化，或者你如何去记录它，或者是说我们会提到那个场域跟场域之间的那个力量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研讨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也是在谈说，到底这一些所谓的独立空间，它又对于我们整体的艺术发展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那个其实是又有一个场域的一个概念在里面的。那更重要，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没有被讨论的，例如说，它很可能是论述性的空间啊。那我待会会举例子。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底这些空间它所面对的社群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其实似乎我们非常关心艺术本身的发展，但是到底谁是这些艺术的观众？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讨论里面比较少听到的。那当然，又有人在讨论主委工作室的时候，是有提到，尤其苏美肯西这个案例，当然是跟社群是有比较多的关系啊。不过，就是到底这个关系性的空间，
它如何在我们的整个那个档案的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更被清楚的意识到。那我想，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问题意识，可是它到底如何去再现它？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再多去关注的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所有的空间，不管是亚洲的或者是台湾本身的哦，我觉得这些空间它一开始那个独立性是在于说它是跟官方形成一种抵抗跟对话的，所以对我来说，本来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这一些空间最早的成立，常常其实是在跟公共领域对话啊，不管他很可能是做他非常个人的创作，可是他这个非常个人性的创作，他可能没有机会在机构性的空间里面去展示，可是他透过他自己所形成的这个空间的本身，其实他某种程度的也是在跟这个公共领域对话的哦。那所以我从这里我想要回到80、90年代的台湾的这些关系性空间。那我想就是我们在谈那个越南的案例会提到沙龙啊，然后其实，在台湾在我们有这一些所谓独立空间之前，会展示这一些比较批判性、抵抗性，或者是不被官方所接受的这些作品，其实大多是在茶艺馆。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所谓的画廊或者独立空间之前，其实有茶艺馆是展示这些作品的所在啊。那当然比较有名，就是我讲的，当然就是尤其在80年代非常有名，例如说紫藤庐，紫藤庐是一直到最近才关掉，因为要重新整建，而且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历史古迹的一个原因啊。可是紫藤庐它本身作为一个茶艺馆，它本来就是50年代开始，因为它离台大很近，所以它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们他们聚集的地方。那也因为是茶艺馆，那茶艺馆的墙面常常就会成为一些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官方系统的艺术家展示作品的机会。那当然啦，从50到80年代，其实台湾也没有什么美术馆了，因为历史博物馆虽然我忘记它哪一年成立，可是总之历史博物馆展的大概就是那时候大陆过来的一些名艺术家的作品哦。那如果是一般的这些画家，其实没有机会展览的哦。那紫藤庐就会成为这些文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同时可能也是一些艺术家展示的一个场域。那另外一个是园农，那园农的那个创办人其实就是苏志芬，就是后来的云林县长啊。那他当时成立这个茶艺馆，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在他的位置。是在那个仁爱路圆环那个老爷大厦，就是其实是现在是最昂贵的一个市中心啊。那但是他在80年代那个茶艺馆本身就是聚集了非常多所谓的党外运动人士，包含民进党成立他们的第1届的那个党主席，也是在园农茶艺馆里面诞生的啊。所以这个空间。它因此呢，就更会吸纳台湾可能比较本土的艺术家在那边展览啊。那我过去的经验，我看到最多的大概就是邱亚才啊、郑在东啊，甚至后来侯俊明开始要做台湾档案史，那时候也是去跟袁龙谈啊，因为苏志芬他们作为一个党外运动人士，他们就很接纳那种比较另类的、比较边缘的没有办法被主流所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啊。好，那这个是旧空间，也就是说，在还没有这种独立空间之前，我想在西方也是沙龙是很重要。那在台湾就是所谓的茶艺馆啊。那另外是我们在谈那个菲律宾的案例是吗？就是谈到那个刊物的问题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刊物出版，其实在80年代其实是尤其重要的啊，因为我想那个《人间》杂志，它是台湾最早大概就是80年代对很多
不管是从事摄影或者是报道文学工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的一个刊物。那这个刊物呢，是由陈映真是一个文学家他所创办的，但是它里面在记录的都是边缘社群，也就是说，台湾社会在80年代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呢是很多人被牺牲的，例如说劳工，然后他在这个职场上面的工伤，就是受伤、伤害的这些问题，或者是非常多的原住民，他离开他的家乡，必须到都市里面来工作。那这一些人，他基本上其实是不被这个社会所关注的。那人间杂志就开启了报道摄影这样子的怎么讲摄影文学的刊物，它用非常大的画面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杂志虽然也有照片，可是这照片都小小的，可是它是开启一个用影像来呈现这个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刊物。那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引起震撼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关注很多大的议题、家国的议题，可是我们却不会去关注这些我们生活周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包含环境运动等等的议题。所以它是一本杂志，而这个杂志其实它的艺术性非常的高，而且它对于当时的整体的不管是艺术界或者是文学界，其实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另外一个是绿色小组，那绿色小组他们很多人当时因为是电视台的记者，所以他们拥有摄影机。可是他们在拍的当时在街头运动的时候，他们拍的画面回到电视台，却会被剪接掉很多不想被看到的，就是官方不想被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呢就自己成立这个绿色小组，又重新把他们真实所看到的东西剪接。然后呢，他们发行的方式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第四台他们是马上剪接完了，然后以录影带的方式在夜市里面贩卖，所以我们可以在夜市里面买到这些刊物，他们所拍的影像。那些影像马上都会形成一个隔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头运动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80年代的这一些，不管是空间或者是媒介，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跟这个公共的领域里面去对话的那这种对话的本身，某种程度的，我就称它说，一方面我们是透过这些空间这些空间就是论述性的空间或者关系性的空间，它其实在生产运动，但是呢，运动又同时生产这个空间不过就是因为关于80年代台湾其实因为刚好北美馆在2022年。已经做了一个狂80的展览，那所以相关的档案资料，其实在那一次有非常丰富的呈现，所以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要去找相关的资料，也因为有过这个展览的爬书，其实内容就比较容易找到那这个画面的右边，我觉得有趣的是，它呈现了当时非常多的党外的杂志。那这些党外的杂志当然都是跟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关联，可是当年的社会运动不是只有对政治所谓狂热的人参与在里面，很多文人、知识分子或者关心环境、社会议题、劳工议题、妇女运动议题的是全部都是参与在里面的，所以那个在台湾在80年代其实是集结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所以我想接着就是用时间轴，大概再把我们在这2天两三天的研讨会里面所铺陈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是一个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一个的个案这样在谈，但是那个横轴的那个串联的那个脉络，其实可能是需要时间轴来帮我们去看到说。到底这个横向的叙事，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
理解更多不管是要提出一个新的诠释，还是说有什么工作是我们还可以再做的，那我想在这边提出来。首先，如果我们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因为这个冷战时空的关系，所以台湾当然是成为美国非常重要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基地。所以1945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处就设立在台北。但我为什么特别提它？是因为我们早年，包含我自己，我这个年代的人，我们早年如果要接触比较新的艺术，所谓比较新，当然都是西方啊，我们都只能到美新处，因为其他没有任何地方会提供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可能是会跟我们东南亚很多的国家是类似的，因为我们很可能也因为这个冷战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能跟美国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美国可能在这一些国家，在东南亚这些国家里面都有他们的新闻处的设立，而新闻处当然除了他们的政治性工作以外，他们很重要要做的就是一个文化外交的一个工作。所以，美国新闻处它其实对台湾其实在艺术的发展里面其实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我记得包含林怀民就是那个云门舞集回来台湾我记得好像也是在美新处那边有做发表的呀，我好像隐隐约约记得我在高中的时代好像就有经验过这些东西。然后接着当然就是台湾很重要的是那个整个经济发展，因为我们的战后主要的靠美元那尤其在1965年台湾成立了加工出口区以后，台湾才慢慢成为一个出口导向的一个岛屿。那当然我们也因此累积了我们的经济的实力那这个70年代，这个加工出口区，我们生产了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跟中国是没有往来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产品其实也是输往美国的那所以加工出口区的成立，一方面是我主要要谈我们的那个经济的实力。那这个经济的实力，慢慢在70年代，我们就会慢慢去看到说，台湾。开始在谈说台湾基因卡吧，也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富裕的社会。那一旦进入到一个富裕的社会，我们会慢慢看到，台北市慢慢有一些商业画廊的成立因为在之前，其实台北有少数几个画廊，那些画廊其实他卖画的对象都是美国人，就是美军，所以呢。过去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那一些画廊卖的比较像是一个外销画。我想这个跟中国也许在初期那个发展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有一点点类似都是要靠美国人来消费。好，那我们也因为看到台湾也因为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所以那个国立艺术学院成立也就在1982年，也就是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而这一个大学跟过去的板桥的台湾艺术大学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说台湾艺术大学它在过去当然非常重视的是一个技术性、比较传统艺术的训练，而国立艺术学院的成立，它开始就是比较面向一个现代社会或者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引进了非常多，大概就是80之后回来台湾，从国外，大部分就是从法国，或者是意大利回来的这些艺术家们然后就成为学校的教授。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台湾的整个那个现代艺术的观念，当然是非常受到西方的影响的。所以到83年美术馆成立，那之前好像是佩仪老师在报告的时候有提到，因为北美馆的成立刚开始其实很重要，它有一个工作是在做国民外交应该就是说台湾跟国际的那种交流，很多的那种交流的展览都在这边做，所以那个是比较是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外交部延伸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可是慢慢的当然它也开始在转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艺术机构都是在80年代初成立，那么我们在谈的80年代或者一直到90年代初所成立的这些艺术空间，它当然某种程度的，就是一方面反映的就是台湾本身的那个爆发力，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经济稍微比较富裕，每个人也开始觉得他有话要说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道出口的时候，艺术家到底要去哪里寻找这些空间场域啊？那我就用3个例子来做代表。一样的，美术馆成立以后，那时候我们会看到，例如说85年的时候，邻居他就在他自己成立的一个家人画廊，在那边就是做了一个自球啊，当然是非常受到谢德庆的影响啊。那或者是85年，我那时候从德国回来台湾，那我要做展览也没有空间。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作品，就是大概就是虽然这个照片是88年在省美馆做的啊，不过在85年也是类似的做法，就是把整个空间包起来。我也是没有空间，所以那时候我只能在茶艺馆，就神语茶艺馆，它前面刚好有一个空间是空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到那个空间去做展览。那个不是一个正式的画廊，可是我们就用茶艺馆，因为茶艺馆的老板是艺术家，所以他就提供空间给我们。然后席朗就在86年做，那席朗当然很有名的艺术家就是陈介仁，那邻居也是席朗的一个成员之一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席朗他的展览也是要在外面找空间。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案例来对照，就是说在80年代事实上是没有空间的，那艺术家只能够自创空间去做展览哦。然后到86年的时候，所谓的那个省立美术馆成立，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啊。好，那我特别要提的是，在87年、88年，87年解严，然后解严的这一年是刚好高雄现代化学会成立了，然后88年是一通公园成立，然后接着我们会看到在94年高美馆成立，然后95年的时候就有之前在报告里面有提到的新北市的，例如说后工业艺术季。然后诸位工作室也是在这个时候成立，那包含台湾也是第一次在1995年参与到威尼斯双年展。那我要谈的就是那个场域的那个能量，也就是说，在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之后，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创造性的那个能量想要出来。那这个时候，因为官方没有办法容纳这些东西，所以开始就会有所谓的替代空间的出现啊。那替代空间，当然最开始88年一通成立，那一通基本上一开始是比较像是白盒子的延伸的这样的一个画廊形态，因为他们东西都非常的干净漂亮。它只有到后来，可能是2000年以后吧，才比较有接纳。或者是90年末才开始有那种比较会把空间弄脏啊之类的那种装置的作品出现啊。那竹围工作室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因为竹围工作室，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本来的养鸡场，它本来就是脏脏的哈，然后又在河边的那种畸零地上，所以它就更容许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一个创作在那个时候出现啊。所以我刚刚提到95年，因为这时候有新北市有这个在淡水河上的风起云涌这个展览，也有后工业艺术季，所以显然在这个95年左右，这种所谓 site specific 就是现地制作的这种作品的概念，其实已经在台湾也已经开始普遍化，但是美术馆都没有办法容纳这些东西了哦。好，所以96年我们就会看到台北市就提出空间戒严，所以很多的公共空间开始开放，然后包含国家文艺基金会也在这个时候成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文艺基金会的成立的本身，它开始就会提供非常多艺术的讲座的资源。然后97年我提到这边有
包含表演艺术协会的成立、华山的成立，还有牯岭街小剧场等，还有文化部就是以前文建会成立艺术村筹备处。我提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它都会跟前面的那个整个能量的拉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要特别提的就是说，为什么97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么多的民间的社团的成立，也就是因为国艺会成立了。那这个是虽然是以财团法人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资金是来自国家，所以这个时候国家也需要知道说它到底如何来分配这个资源，所以那个民主化的过程是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那因此呢，国家它的官方他会很希望民间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窗口，所以表盟是先出现，就是表演艺术协会，他们是先出现，因为表演艺术团体他们都是集体作战，不像我们视觉艺术都是个体作战。那也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非常需要空间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刚好知道有华山，那时候是那个我们的立法院想要搬到华山，可是呢，就是艺术家们就会觉得那种破的工厂其实是更适合艺术家来创作，而且华山那个区域这就以前呢，现在因为已经整个周边已经有重划了，所以更宽广。可是，在就过去来说，我们觉得华山这一块对立法院太小，所以应该要给艺术家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有一些占领的运动。可是，一旦要占领，毕竟还是一个短期性的。如果我们真的很希望把这个空间保存下来，提供艺术家使用的话，那你还是要有一个组织性的团体去跟官方对话。所以这个时候，萧丽红老师就出现了。萧丽红老师因为我看一看，我刚刚有提到，好，就是当我们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国家不管经费或者是公共设施是严重的不足，艺术家也没有工作室，所以华山艺文特区这个促进会基本上是由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的团队就一起组织起来。那时候第一届的理事长就是萧丽红老师那时候就是要争取空间然后我们同一年就看到艺术村筹备处的成立。可是这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视觉艺术的集结，其实是为了要争取艺术村的，也就是说，希望可以有艺术家可以工作的空间，还有国际交流的空间。所以97年。这个这个前后的时间，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那个艺文空间在台湾是不断的扩张的包含例如说98年那时候就有20号仓库成立，那时候官方就会看到说，现在因为产业的改变，我们所有铁路沿线的仓库确实已经就不再使用，所以就把它释放出来。那很多艺术家就会开始去租，然后很多县市政府就会希望说去租借那个空间，让艺术家来创作。然后1999年，我们视觉艺术协会成立。那99年的成立，当然那时候因为华山的议题，还有艺术村的议题，都是民间跟官方是对立的在不断的在对话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把视觉艺术家组织起来也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去筹组这个视觉艺术协会了。那我们的第一届理事长也是那个萧丽红老师。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萧丽红老师，他作为一个虽然是主委工作室的营运者，但是他确实角色是一直在转换。从本来是一个艺术家，他成立这个工作室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陶艺创作，然后到后来看到很多艺术家其实是需要更开放自由的创作空间，所以后来他们就开放另外一块原来的鸡舍的地方，让艺术家来那边创作。可是呢，因为我们开始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空间资源，所以我们也展开了艺术村的研究那也开始在说服政府可以设立艺术村
那这个都是在萧丽红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不断的透过小小的空间，然后不断的在影响公共的政策。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在那个80到90年代啊，一个艺术空间它扮演的角色，不是只是单纯的艺术空间，而是我们是不断的在跟公部门对话，跟某种程度的对抗。那台湾很幸运的就是说，因为87年解严之后，然后慢慢的，当然原来的反对的力量也成为一个政府官员，所以他们也会开始去就是透过这种不断的在各种政策的决策过程，还有资源分配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让更多人可以不断的参与进来哈。那我想我刚刚提到这一些东西，就是说，就是那个空间跟整个文化政策之间，以及对于整个台北市或者台湾的整个那个艺术能量的影响跟扩延。这件事情到底如何在档案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呈现？这个是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轴的脉络来提醒的哦。那另外就是包含我刚刚提到高雄现代化学会，它的成立虽然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组织，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它对高雄市发展的影响。例如说，在爱河整治之后，他们呢开始就是去推动那个艺术节，那当然是用光作为一个元素。那更重要的就是，我想高雄最有名的就是城市光廊，虽然现在已经没落了，可是城市光廊的出现在台湾当时是一个非常闪亮的很耀眼的一个案例，因为它把本来就是暗暗的然后这个空间零碎的那种状态，通过把那个围墙的打开，然后光的照明，去改变整个公共空间。这个其实也是高雄现代化学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参与在里面。更何况参与到很多如何去把围墙打掉、打开这个公共空间那个过程，就公共空间的营造，其实这些现代化学会的成员都参与很多。那我对他们会有认识，也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艺术村的争取的时候，我在成立这个视觉艺术协会的时候，因为我都要邀请全台湾各地的这个艺术团体的加入，所以我们也办了非常多的文化论坛那都是在华山举办那当然也是为了要争取华山这样的一个艺术空间。所以这些团体他们都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性的团体，而是真的是在跟公领域对话的。那这边我也特别提到，例如说2001年之后，东海岸这边，例如说都兰糖厂，后来也转型为艺术村，现在就是所谓的文创园区，或者是意式部落。我提到他们，就是因为都兰糖厂它还有一个空间形态，如果我们用空间的方式去做档案记录，也许还可以记录。可是像意式部落，也就是说，在东海岸在原住民的部落，他们没有这个艺术空间或者艺术团体在当时就是说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因为他们都在部落里面生活，大家就很快乐的在那种开放空间里面一起创作尤其因为在东部天气也很好嘛。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在一个开放的大自然里面创作，然后一起合作去谈很多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我们非常的空间导向的，就是那种绝对空间的那种导向的话，其实是会很难去记录到这一种没有空间形态的这种事件或者是组织啦那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谈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艺术团队，但是我们也慢慢意识到，就是说，台湾随着产业的转型，其实有很多的空间被闲置下来。那我们也在争取说，那所有这些闲置的空间，可不可以变成文化的空间呢？所以那时候我写的文章就是怎么样通过这个空间。然后来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跟所谓的文化，或者是就是说，它
是跟整个产业是断裂的。那我们如何通过这些空间的再利用，去把大家给重新给连接起来？好，那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就是说2000年之后的台湾有非常多的关系性的空间啊。那这个它都涉及到就是艺术跟公众的关系，以及跟地方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其实大概就是2000几年吧。因为2004年我出版那个Susan Lacy 她的那一本那个 Mapping the Terrain 那个 New Genre Public Art 就是新类型公共艺术啊。那个时候我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里面，我会觉得艺术跟一般的社群太远了。那我们其实是艺术是可以透过一个编织的一个方式，把一般的公众拉进到这个艺术的领域里面，或者就是说，我们重新去看到一般的人，那艺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如何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话啊？那艺术村呢，后来也成为台湾很重要的文化政策跟文化的资源的补助。那这个艺术村现在在台湾各地几乎都有艺术村。那这些艺术村同样的，一方面当然他们仰赖公部门的资源，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也必须要扎根在地方。那我想我们从刚刚主委的案例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像主委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最早还是以艺术家为主，可是树梅坑溪艺术行动，我觉得非常重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有一点点去翻转这个工作室，让他其实直接面对自己所在的场域，溪流生活在这里的人，然后他本来就在做国际交流，那如何把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是主委工作室在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典范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在东南亚非常多的国家的不管是叫做艺术空间或者艺术村也都可以看到。那同样我想就是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地方的艺术节，也试图用艺术来翻转地方，或者呢包含在我刚刚俊宏老师有提到的，例如说艺术跟田野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在台湾就是解严之后的那种重新去面对历史，重新整理档案，重新去面对地方，以及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声音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东海岸，他们不会称工作室，而是打湾，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称他们所在的一个田野以及他们的工作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东南亚的很多的案例，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我想在未来在讨论关于这个档案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把那个整个关系的界面可以拉开来，而不是好像我们都只是看到艺术家非常的厉害，然后从一个本来是边缘的工作者，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主流的脉络里面。非常谢谢这一次非常丰富的那个论坛，谢谢。